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续上集，那应该就是诸葛青的信号。只见村子南边烧起了熊熊大火，黑压压的老鼠发出急躁紧张的叫声，随后迅速朝村北方向跑去。我明白诸葛青的意思了，走，我们朝村南跑。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向我们招手，正是诸葛青。你们赶紧来这里！你真是太疯狂了，不疯一点怎么能对付这些异类呢？安大叔，你把雷哥也带来了，正好我还有些事情要问问他呢。喂，醒醒，天亮了。我的村子，你们竟然烧了我的村子！什么你的村子？你不知道这个村子里的人都被异类寄生了吗？他当然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他知道，那就更可恶了。明明是人类，竟然和异类为伍，还帮着异类对付人类。可笑，一群在异类饲养下长大的蠢货！你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人类吗？你在口出什么狂言？我们当然是人类。你们是畜人，是喂给那些异类的饲料，连异类都不如，最低贱的东西。当然，我也是。不过这个屠夫不一样，他是神选者，他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人类。什么意思？畜人不是人吗？而且神选者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人类，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能够成为神选者，或许有机会实现阶级的跨越，让你从最底层的奴隶成为下层的平民。这么给你们说吧，其实异类就是人类饲养的，而畜人就被这些人类饲养员剥夺了做人的权利。所以人间牧场根本不是饲养畜人的地方，其实是饲养异类的地方。而那些围在城市边缘的特殊装置，根本不是为了防止人类逃走，而是为了防止城市里的异类走出牧场范围。想不到你们竟然连人间牧场都知道，看来我果然太小看你们了。你们这些该死的畜人，就算你们知道这些，最终还是逃不过被异类吃掉的命运。别一口一个畜人的叫，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拿自己当人，别人更不会拿你当人。说得好，我们能从城市的异类手里活下来，能躲过村子里这些仿毛涡虫的寄生，接下来我们依旧会好好的活着。仿毛涡虫就是村子里的那些异类。你为什么知道这种异类的名字啊？他告诉我的，当然他不是直接告诉我的。说着，诸葛青拿出了一本笔记，都在这家伙的饲养日志上写着呢。他是怎么逃出来的，又是怎么遇到仿毛涡虫的，怎么和这种异类达成协议开始合作的，以及他接下来的复仇计划。为什么他会在你手里？不过最让我好奇的是日志里记载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这家伙逃出来的地方，是一座名为神域之都的城市。神域之都也是饲养异类的城市吗？按照他笔记上记载的内容，这座城市不完全是饲养异类的地方，还是生产畜人的地方，而且有的畜人还会被当作种猪。雷哥就是被选中的种猪，后来受不了才逃跑的。闭嘴，闭嘴啊！在后面就没记载了。其实这个世界根本不是变成这样子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什么？如果世界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我们的见闻经历，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多少真的，有多少是假的？我们认为正常的生活，其实并不是正常的，只是这些奴隶主为了饲养异类，故意塑造的一个虚假的世界。而现在的我们，才开始接触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你口中所谓的真正的人类，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只要好好配合我们，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你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诸葛青的语气变了，从一开始的温和，忽然变得低沉起来。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也不是没有办法让你开口。我记得你们村子里的人说过，如果被这些树上的刺扎到，被扎的地方会奇痒无比。你说，要是我们在你身上扎上几针，你能不能受得了？当然了，我会帮你选几个好地方的，比如脚底板、嘎吱窝，那里似乎也不错。以后你再也不用当种猪了。我说，果然还是人类最可怕。几年前的一天夜里，神域之都发生了一起暴乱，具体暴乱的原因我不知道，我只记得那天外面很吵，像是有人打起来了，然后就有人冲到了囚禁我们的地方，打开了我们身上的机器，让我们赶紧逃跑。随后我就趁乱逃出了神域之都。从神域之都逃出来之后，我来到了一座荒废的城市，就是在那里遇到仿毛涡虫的。荒废的城市，这几张资料上的内容，你们看了以后应该就明白了。我接过资料，资料上竟然写着人间牧场28几个大字，翻开后面有仿毛涡虫的详细介绍，以及仿毛涡虫寄生人类的实验，并且实验失败了。纯手部队是什么？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上集说到，我们从雷哥口中得知了人间牧场其实是人类的手笔，仿毛涡虫则是人类实验的失败品。
人类则派出纯手部队去灭杀仿毛涡虫。什么是纯手部队？纯手，黄道12星次之一，代表了人类的12种天性，应该是那群奴隶主培养的鹰犬，是一支专门用来对付异类的部队。这个部队实力深不可测，据说是可以消灭一整座城市的异类。你们遇到了就赶紧束手就擒吧。那支部队里的人会不会都是拥有能力的神学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处境岂不是很危险？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安全过？即便我们没有发现这些事情，最终的结果不还是被异类吃掉吗？此时的诸葛青甚至看起来有些兴奋，而周凯不在意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他只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和妹妹平平安安的生活在那里。而诸葛青的心里更多的是一种对真相的好奇，一种对未知的探索与求知。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命运已经被那群自以为是的奴隶主安排好了。那又怎么样？我们的命运凭什么让别人决定？我给你们看一个好东西。随后诸葛青拿出来了一枚菱形的晶体，和安成道曾经找到的城市的钥匙十分相似。这是什么东西？也是城市的钥匙吗？可以说这是一个子弹，或者说是能量储存器。说着，诸葛青拿出来了雷哥的枪，并把能量子弹装了进去，然后朝着远方的树就是一枪，顷刻间树木瞬间炸裂。这个枪威力怎么这么大？不是这把枪的威力大，而是这枚子弹的威力大。这枚晶体状的子弹相当于一个储存能量的容器，开枪之后射出去的并不是子弹，而是晶体里储存的能量。当然，这把枪也不是我们认知中的普通武器。这些奴隶主对我们进行了科技封锁，他们的科技水平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无论这条路的前方是希望还是死亡，我们都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先把这个家伙处理了吧，今后的事情今后说吧。怎么处理？你们先走，交给我就行了。解决了吗？放心吧，处理得干干净净。随后我将之前在村子里几次看到丝线的事情给众人说了出来，除了周凯和诸葛青外，其他人相当吃惊。可以看到未来的丝线，小白，你的能力也太厉害了吧！如果可以看到未来的话，接下来我们岂不是就能规避一切风险了？我依旧不觉得小白的能力是控制时间。小白看到的丝线倒是让我想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命运女神的丝线。希腊神话中有3位掌管命运的女神，第一位女神负责纺织命运的丝线，代表了过去与生命的起始；第2位女神负责牵拉与衡量丝线，代表了现在与生命的进阶段；第3位女神负责剪断丝线，代表了未来与生命的结束。我之前就说过，小白的每一次复活都是为了改变自己接下来的命运。这倒也说得过去，如果和时间没关系的话，时间静止又该怎么解释呢？或许时间静止是为了保护你，让你在真正的死亡发生之前改变命运，并不是你自己控制时间，而你扯断了他们身上的连接的丝线，也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不过你不是神，随便改变他人的命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把衣服掀开看看。随后我掀开衣服，在胸口的位置竟然有一大块乌青。再看看你的腿，腿上同样有着一大块乌青。你改变了别人的命运，相应的你就必须替他们承受他们本该发生的命运。不过你所承受的命运应该是按照极大比例减弱了的，否则的话你的身体早该崩溃了。所以时间静止其实是你的能力对你的警告。我还是那句话，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最好不要用死亡来解决问题。你们杀了我吧，赶紧杀了我吧！谁？这个声音似乎是那个姓雷的。你们赶紧杀了我啊！不会是姓雷的那家伙死不瞑目，变成鬼找我们索命来了吧？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他烧死的。小白，恐惧会让触人的肉质变酸的哦。小白，18岁生日快乐啊！怎么回事？我好像听到我的异类父母的声音了。嘘，安静。紧接着，周凯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前面有一类，我听到了心跳声，和城里的那些异类极其相似。就在前方，果然有一只类似螳螂的异类，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化接上级。此时安成道正在控制着剔骨刀和异类缠斗。可恶啊，看来是村子里的火把他们吸引过来的。不好了，又来了2只。周凯，你带着诸葛青他们往村子里跑。你不和我们一起过去吗？我去帮安大叔。那我先把他们送过去，然后再过来帮你们。然后我开始回忆之前命运丝线出现时的感觉，随后胸口一阵发热，便出现了一条丝线。我控制着丝线朝着安成道飘去，目的是替他分担疲惫和伤害，毕竟他是我们中最强的战力。当命运的丝线将我和安成道连接在一起的瞬间，我的身体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仔细地感受了一下，仿佛自己的身体上多了2只看不到的手，
就在这时，一只异类也挡住了周凯他们回村的去路。我来对付他，你们带小云走。安大叔出手了吗？那好像不是安大叔的刀，那是小白哥哥的匕首。小白吗？快走！这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了，小白的能力是命运共同体，他的能力不仅仅是分担伤害这么简单，命运的丝线将他和安大叔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只要丝线没断，他就能使用安大叔的能力。是的，我现在可以使用安大叔的能力了，这个异类就交给我吧。然而就当我准备出手时，我忽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异香，带着些许柠檬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又仿佛带着桂花的芳香，让人逐渐陶醉着迷。恍惚中，我好像看到了我18岁生日当天的场景，我看到了蛋糕以及我的异类父母。小白，生日快乐，你是我们永远的骄傲。随后我忽然眼前一黑，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处在一个幽静的山洞之中，火堆的另一侧躺着诸葛青和安成道，而周凯则躺在我身边。周凯，别睡了，快起来！小云和丧坤不见了。这时山洞外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小白哥哥，你醒了啊？哟，你终于醒了，饿了吗？我刚处理的大老鼠。你们没事？你这话说的，难道你希望我们有事吗？小白哥哥，我们没事。这时一只异类和一个陌生女孩走了进来。请你不要再继续伤害我的家人了。你的家人？你也是异类吗？小白哥哥，他不是坏人。小白，快把枪放下，是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如果他想对我们不利，我们早被吃掉了。你们别动，一路走来所经历的这些离奇的事情，让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人。我集中精力，再次仿制出丝线，缓缓飘向了熟睡中的周凯。瞬间，各种嘈杂的声音钻入了我的脑海，沉睡中同伴均匀的呼吸声，木柴在火焰中燃烧的声音，还有那只异类的异常心跳声。而这个陌生的女孩虽然看起来和周云年龄相仿，可心跳声听起来却比成年人更加有力。不过确实是人类的心跳频率。你不需要这么紧张，我不会伤害你们的，我的家人也不会。你到底是什么人？不知道。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些异类当作家人？因为我是被他们养大的啊，他们自然就是我的家人。异类是会吃人的，你知不知道？他们不会吃掉我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你们先发起攻击，他们根本不会出于自卫发起反击。我们没有先发起的攻击，明明是他们先学我们说话的。可是他们没有攻击你们啊！你们看起来很疲惫，虽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不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也可以现在离开。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你回答一下，那个让我产生幻觉甚至昏迷的香味是什么？那股让你们昏睡过去的味道，是我的味道。你的味道？正常人的身上可不会散发出这种异香，并且这个香味覆盖的范围颇广，甚至还能让闻到的人产生幻觉甚至昏睡。所以眼前的这个女孩极有可能也是神选者。你放心，我的味道不会对你们的身体造成任何损伤的，只是会让你们暂时昏睡一阵子而已。他们之所以还没有醒过来，是因为你们体质的不同而已。越是疲惫的人，或者是心思重、觉得压抑、有很大压力的人，会因为我的味道睡得越久，睡着之后的人会梦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这会让你们的情绪得到舒缓，也会让你们的压力得到暂时的释放。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也不需要名字，不过你们可以叫我花。随后异类带着女孩离开了山洞。我总感觉这个叫花的女孩不简单，我们还是小心为上。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上集说到，我们被一个自称为花的陌生女孩带到了一个神秘山洞，而我却觉得这个女孩处处透露着诡异。小白，你在发什么呆啊？你不会看上那个女孩了吧？我还是觉得花有问题，她的行为有些奇怪。其实我也觉得她很奇怪。你是不知道，我醒来的时候，她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穿，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和我说话，吓死我了。没穿衣服？对啊，什么都没穿。她倒是一点都不在意，跟没事人一样，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算了，先吃点大老鼠吧。你先吃吧，看来这个花一定有问题。正常人和别人说话，谁会不穿衣服？但是异类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在意穿着，不在意打扮，遵循的只有最原始的习性。我扭头看了一眼沉睡中的周凯等人，即便心里满是疑虑，但考虑到他们还没有苏醒，暂时也只能待在这里。山洞外夜色已晚，现在离开，一旦遇到林子里的老鼠和怪鸟，处境将极其危险。所以关于花的问题以及什么时候离开，
还是要等到其他人醒来之后才能决定。我和丧坤轮流守夜，一方面警惕花和他身边的异类，另一方面则是担心会有其他的生物趁着我们熟睡后溜进山洞。为了保险起见，轮到我守夜的时候，我还使用了能力，将命运的丝线连接在了周凯身上。这时我忽然听到了一连串的怪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被折断，又像是什么东西被溶解。我思索良久，始终想不到这些声音到底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为了保险起见，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山洞，决定看看发出声音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夜晚的树林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眼前这些扭曲生长的怪树，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只从地狱深渊爬上来的恶魔，等待着你和他们来一场关于灵魂的交易。忽然有什么东西在树林间一闪而过，竟然是四处逃窜的老鼠。这些老鼠就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四散开，朝着不同的方向拼命地逃窜着，仿佛想要远离这个地方。可跑着跑着，老鼠的动作忽然变得越来越迟缓，紧接着一只接着一只停在了原地，随后就被一条条类似蛇的东西给抓走了。我又小心翼翼地朝前走了几步，竟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竟然是花。我早该想到的，这些老鼠的动作十分敏捷，特别是逃窜的时候，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停下。这附近唯一可以让他们自己停下来的，只有花身上散发出的香味。可是花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那些缠住老鼠的东西又是什么？就在这时，花身边传来一连串奇怪的声响，那些如同蛇的东西从花身旁接连冒了出来。这一次我看清楚了，那些东西竟然是藤蔓，而这些藤蔓全都是从花身上蔓延出来的。随后藤蔓缓缓扭动，将那些被缠住的老鼠送到了花的面前。花微微抬头，紧接着他的脑袋竟然变成了一朵真正的花。花将藤蔓送来的老鼠缠住，通过脑袋上的花送到身体里，一只接着一只。然后我之前听到的怪声再次传来，那些被溶解的东西就是这些老鼠。我的身体在止不住的颤抖，并不全是害怕，而是因为震惊。这个帮助我们的女孩真的是一只异类，而且这只异类比我见过的任何一只异类都要聪明，都要谨慎。它甚至比城里的那些异类更加可怕，更会模仿人类。可是我想不明白，我明明借用周凯的能力观察过花，清楚的听到了花的心跳和人类的心跳一模一样。不对，他现在怎么没有心跳了？我再次抬头朝花望去，此时此刻站在这里的花根本没有心跳，看来它应该是和那些仿毛涡虫一样，是一种没有心脏的异类。之前听到的心跳是花故意模拟出来的。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花没有对我们出手，而是在捕捉树林里的老鼠，说明我们此时的处境暂时是安全的。正当我准备返回山洞的时候，忽然察觉到不对劲，花抓捕老鼠进食的声音突然消失了。很荣幸，您是第二个看到我真面目的人类。话音刚落，空气中再次弥漫出一阵异香，下一秒倦意来袭，我便眼前一黑。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只因每到成年这一天，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上集说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意外撞到了月夜之花的秘密。不过被我撞破秘密的花并没有杀我，只是把我再次迷晕。小白，你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守夜吗？你怎么自己偷偷在这里补觉？此时昏睡的安成道也醒了过来，但周凯和诸葛青还在昏睡。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迅速将丝线连接到周凯身上，然后迅速跑了出去。只见远处一只类似螳螂的异类忽然掉了下来，然后一个陌生的男人慢悠悠地朝坠落的这个异类走去。那个男人的手上戴了一只金属手套，手套的背面镶嵌着一枚晶体，看起来和猎枪里的子弹以及城市的钥匙的材质十分相似，身上还纹着一个2字母的纹身，一看他就练习了2年半。没想到还能遇上野生的处狼，我还以为你们这种肮脏的东西早就被那帮自称创世主的家伙给抓完了。处狼，创世主。小白，你看到什么了？那只异类为什么会掉下来啊？前面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异类就是他打下来的，他称这个异类为处狼。我看他很有可能来自神域之都。神域之都吗？看来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秘密。你什么时候醒的？刚醒，这一觉睡得真舒服。周凯呢？
他醒了吗？没，睡得跟死猪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个人好像很强，他徒手就掰断了处郎的前臂。别装死啊！你们这些肮脏的东西，不是生命力都很顽强的吗？数亿年的时间，你们都死不了。现在跟我在这里装什么？他说数亿年前就有处郎了，数亿年前是什么时候？恐龙时代吗？不知道就别乱说。他想说的，会不会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寒武纪？什么爆发？寒武纪是现代生物的开始阶段，也是地球上现代生命开始出现发展的阶段，是进化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里，生物的种类忽然丰富起来，呈爆炸式增加。所以这个爆炸和异类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学到的知识是经过篡改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现代生物，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了？只是这种生物存在的痕迹被篡改和抹除了，所以我们才不知道。又或许在寒武纪之前，有什么东西对这种生物进行过一次大屠杀，企图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完全灭绝。只不过这一次的屠杀从表面上看起来成功了，可实际上有一部分生物悄悄地躲了起来，他们躲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又或者是在哪里沉睡，直到数亿年后，因为某些我们暂时不知道的原因，重新苏醒了过来。这种生物或许就是异类。是的，有趣，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当时屠杀异类的又是什么生物呢？当时屠杀异类的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些所谓的真正人类？不过这都是我的猜测。看来只有把那个家伙抓起来，我们才能知道真相。不过我们还是赶紧走吧，否则的话，等到他解决掉那只异类之后，估计就是我们了。因为在他们眼中，我们是连异类都不如的畜人。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花岂不是很危险？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她带我们来山洞的，而且她还能散发出让人昏睡的香味。我们就是因为花的能力才会睡着的。花不是人类，她也是异类。随后我就将晚上发生的事情快速地给众人阐述了一遍。不过花虽然是异类，但它并没有伤害我们，而且它还可以散发出让人昏睡的香味。远处的那家伙虽然厉害，但他并不知道花的存在，所以只要花出手，这个人也会像我们之前那样昏睡过去。果然很快我就看到陌生男人的脸色突然一变，然后身子开始晃动，随即倒在了地上。是花，花出手了，走，我们也过去。你们怎么还没走？能请你暂时不要杀这个人吗？就耽误你一会儿，我们问完就走。正说到这里的时候，一旁的安成道忽然打了个哆嗦，然后慢慢的朝地上的陌生男人走了过去。安大叔，你怎么了？忽然安成道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笑容，然后他在陌生男人身上一阵摸索，找到了一个金属方块，然后放到了自己的嘴唇上，随即金属方块迅速分解，并顺着他的下颚骨重组，将他的口鼻完全遮盖了起来，竟然形成了一个口罩。小白，你干什么啊？安大叔，我需要一个解释，你为什么会使用这个人的东西？